管路，我到底要不要洗？总要知道，肮脏的程度吧。如果肮脏我才洗，不肮脏我干嘛浪费这个钱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玻璃管。这玻璃管呢，我们现在把高压冷媒放进来，高压冷媒放进来了，我们把它放到满。我们开始我们把它放到满。我们看到它那个高压冷媒一直冲进来了。OK， 好，大哥把低压关掉。好，我把高压放进来了，你来看看它到底里面的管路，它冷媒，到底冷冻油够不够？太多还太少？那冷媒的管路安装程度，那里面的含水量多与少？如果含水量多的话，当然已经占了冷媒的空间，所以说它效率一定是不好的啊。我们现在在让高压的冷媒充满这个瓶罐。好，大哥把高压把它关掉。我们看到这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玻璃瓶里面有很多的脏点细细的脏点，这是肮脏的冷冻油，代表它这个管路是肮脏的如果在干净的程度是都不应该看到这个小一点点的黑点。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它这个冷媒里面不是白浊的，白浊的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它不是冷媒肮脏，冷媒不会脏的因为冷媒它灌的封装的冷媒就绝对是干净的。那今天会有白白的泡泡，雾状的我们简单讲说雾状的，是因为它里面有空气，也就是说它的真空度，当时抽真空的时候并没有抽得很完整，所以它里面是有空气，因为空气在高压状态，现在的高压应该在200 psi 左右200 psi 的话，它所有的水都变成水蒸气的，在高压状态都已经变成水蒸气了，被挤压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2个结论：第一个很多黑点，这个代表它冷媒是肮脏的，管路是肮脏的。第二个，它有泡泡，它永远不会澄清。如果说理想状新车状态应该是清清如水清清如水，但是它这个永远是泡泡，这泡泡是永远消不掉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部 W124的231，大哥已经把冷媒已经按照标准的电量已经填充完毕我们来看看这个从玻璃瓶这个冷媒玻璃瓶，来看看，目前我们看到是它的冷媒非常的干净，也几乎没有什么泡沫非常干净，代表说也跟原来在还没清洗之前，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小的黑点因为是管路肮脏，我们经过清洗过之后呢目前我们看到冷媒是干干净净，而且没有泡沫我大哥把这个冷媒把它从低压这边把它放掉我们来看看这个冷媒是怎么来的我从低压把它冷媒放掉。OK， 好这里有反光，好，冷媒放掉了。那我们从高压把冷媒放进来。OK， 好，我们看冷媒水这么样的干净，里面完全都没有气泡。因为这有反光，我们尽量以没有反光的。OK， 好，这么样的干净，完全没有气泡，这个是最完美、最标准的，跟在整修之前，在清洗冷媒之前，它的冷媒的状况是完全天差地别，干干净净。因为真正的冷媒就是完全没有泡沫，而且没有气泡，而且完全是跟水一样。大哥再把
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里面的，我们来看看它里面的冷冻油的量有多少。OK， 好，我们这里面大概因为填满是22cc 哈，那像看目视下来，这里面的冷媒量应该是大概在18cc 吧，好，可能20cc到18cc。那我现在把冷媒慢慢的把它放掉，那想办法留下冷冻油，想办法留下冷冻油。好，我们从这里开始，大哥慢慢的，再把冷媒从低压这边回收之后，我们想办法留下来的是冷冻油，因为冷冻油呢，它这个状况，冷冻油在冷媒里面，它当然是做润滑，但是它呈蒸汽状，绝大部分都是冷媒呈蒸汽状回收。那如果像这样留下来，就是冷冻油。因为冷冻油到底里面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坊间我们有用什么海绵试纸去试，其实那个都是很不得已的方法，而且也不够客观。我们今天从这个冷媒玻璃瓶，把冷媒慢慢的让它蒸发，回收到低压侧之后，留下来的那就是冷冻油了。因为这个过程呢，一般来讲我们都很少看到，所以大哥觉得特别珍贵。因为大哥有这个装备所以说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底冷冻油里面还有多少量。因为今天不是新车，如果新车所有东西都是新的，压缩机新的，什么东西都是新的时候，那灌多少冷冻油是定量的。比如说以 W124 来讲的话，它这部2301，它的冷媒应该是1.0公斤那1.0公斤，那冷冻油多少呢？冷冻油大概以厂方的经验值，大哥估计大概在100公克左右100公克左右，100cc 啦，应该就100公克左右也就是说10%左右。如果以宾士他们的冷却系统冷气系统，我大哥这样经验值看下来大概在10%左右也就是说1公斤的冷媒。那如果全新状态，压缩机新的，风箱新的，那冷凝器也是新的，那蒸发器也新的时候呢，那它就应该大概在10%左右。我们看到那个冷媒已经慢慢从低压这边已经流回冷气系统。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的剩下来的冷冻油，就一点点的，但是因为是透明状的，所以说我们没办法很清楚的看到，因为它里面的管路太干净了。冷冻油也是透明的。其实如果没有经过荧幕，我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冷冻油一点点的冷冻油在里面流动，在里面的流动。那这个就可以判断我们管路里面的冷冻油到底会不会过多会不会过少，有没有干净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